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就是爱买键盘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男人是视觉的动物，而女人是听觉的动物。而我对键盘的要求呢，我都要。除了外观好看之外，声音对我来说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今年2023，截至到现在呢，我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把令我满意的75配列的键盘。之前的 VGN N75以及 Arcade R75都有各自的问题，都不是让我太满意。也许就是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另外一把75配列键盘，这把来自麦从的 X75。约莫去年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家出的 K980正式开启了键盘大内卷时代。这把键盘呢，其实原定是今年年中就要推出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原因推迟到现在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看这把键盘，看这把键盘能不能符合我的期待。麦从的 X75是一把3模 RGB 热插拔的75配列键盘，它的外观颜值真的非常的高，配列是比较一般的，它的 F 区没有左移，然后它方向键是有下沉的，并且它键盘的两侧有比较宽的边框，放下状态指示灯跟这个灯条，另外一边是卧式的音量旋钮，有一键静音的功能，然后它键帽是 MDA 高度双色注数 PBT 的键帽，然后颜色是低饱和的蓝色跟绿色，虽然说这个配色有点眼熟，然后它模式切换开关在左边，我觉得它做的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它有线呢跟2.4G 是在对面的，中间是蓝牙，可以让你在操作的时候更加方便。这个 RGB 呢，除了亮度还不错的背光之外呢，这个灯条在这边效果也是非常优秀，并且呢，在键盘的周围就有一圈氛围灯，灯光效果真的非常优秀，配合这个低饱和的键帽，整体的氛围真的是非常舒服。键盘右侧有一个特殊的设计，就这边有一个金属的挡盖，里面是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虽然说质感还好，但是整体的搭配非常的美观。然后上面是有阶梯式的这个灯带，也是非常眼熟。然后底部的部分呢是两段式脚撑。第一段有点松，然后第二段有点紧，这样子。不论的大小非常适中，用起来非常的稳固。然后中间呢是它的金属的名牌，这样这个键盘真的是非常好看，不管男生跟女生都会非常爱的。各方面键帽、键盘、灯光的搭配都非常优秀。好，外貌的部分过关了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进入打字印的环节，看看这个键盘的声音手感究竟是怎么样，一起来感受看看吧。这次我选择的轴体是康腾特的风信子轴，是一个提前处理的声优轴，它的声音非常好听，它以这个非常优秀的马降音著称的。不过配上这个键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因为它本身外壳是不透光的，会影响它 RGB 背光的效果。如果你很注重 RGB 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流光冰淇淋的版本。接下来让我们听看它打字音吧。让我来分享我初上手这把键盘的心得。当我一开始打开这键盘的时候，我真的有被这外形惊艳到。这个低饱和的颜色真的非常好看，有自己独特的设计。虽然说有点融合各家各门各派的特点，全部都放在同一个键盘上，但放在一起都还蛮协调的，也算他们厉害的地方。然后搭配这个比较大的字体 MDA 的键帽，真的外观上看起来非常可爱，风格上也非常清新。然后对于喜欢玩灯光人来说，这应该是绝杀。有氛围灯，有侧灯条，以及漂亮的背光，开灯的感觉，灯光非常柔和，看起来非常舒服。这边一个2.4G 接收器的收纳仓以及卧式的音量调节旋钮，在你在操作的时候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这把键盘配上风信子，真的声音非常优秀。这个键盘填充非常优秀，没什么太多杂音，然后大键调教也找不出什么缺点。这把键盘不管在视觉跟听觉上都可以给你非常棒的体验。不过呢，这把键盘的缺点也还是有的，对，就它本体的做工质感就稍微差了一点，像这些键盘的接合处缝隙其实不太平整，然后这旋钮的部分转起来有点沙沙声，外壳摸起来质感没有到很差，但是也没有到优秀，就是普通这样。虽然说好看，但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并且这键盘为了塞入这个灯带的关系，使键盘整体的厚度变得相当的厚，加上它原本是 gasket 结构，所以导致它的前高到相当高的22还是23毫米的高度这样子。对一些人来说，长期打字的话，可能会让手腕感到一定的不适这样子。除此之外，这把键盘其实没什么其他明显的缺点。对我来说，有一个小小我不太能接受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 F 区的这个空间，我个人觉得留的有点太大了。因为这键盘除了这个地方以外，其他都编排的蛮紧密的，但就是这个地方留了一个白出来，少了什么的感觉。这个价位、外形设计、声音手感，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的优秀，是一把买了你绝对不会后悔的键盘。好，下一部分呢，就让我们来对这键盘进行拆解，看看内部构造是怎么样，好方便我们呢对这把键盘有从里到外的认识。好，我们就来拆解它吧。
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拆键盘的话，这把键盘呢务必先拆下防滑脚垫下的这个2个螺丝，不然可能会出事这样子。我们来看看我们键盘正方的排线。首先呢，来看我们底壳的部分，它底壳真的非常厚，因为呢其实它是2块合在一起的，它侧灯带整个是一个半透明的材质，然后跟底壳是由螺丝固定在一起的，基本上它是2层的底壳，所以导致它的键盘整体的厚度非常的厚。然后底部呢是一整块完整的细胶，非常的厚实，塞满大部分底壳。但由于旁边为了放下这个旋钮跟那个灯条的关系，所以它旁边是没有塞填充的，所以在打一些旁边的按键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点点的空苍音，但整体来说不算太严重。然后上盖呢是模式切换以及这个灯带的小板，另外一边是旋钮。那这个刚性非常不错。接下来看内胆的部分，不得不说这风韵纸轴的配色也非常好看，虽然说它平常是看不到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轴里拆下来，看看它内胆填充是怎么样吧。让我们来看看低尾板，应该是 PC 的材质，然后上面是 gasket 结构，有这种细胶的小耳朵，然后它是有横向开槽的，然后柔软度非常不错。然后夹心面是类 Poron 材质，是白色的，然后白色的就可以达到更好的 RGB 效果。上面一样是白色 XP 的轴下垫，然后在微星轴处有开孔，所以它搭建手感非常的爽脆。然后它这个也是有开槽的，像这个已经是标配的声优膜，然后搭配我们这个单键开槽的 PCB， 然后它非常贴心的地方就在它的每个按键对应的标示，方便大家装键帽。然后背后呢是类 Poron 的材质，黑色的。那这个填充填的非常满 gasket 结构的内胆，虽然说它打字起来手感不会太软，但是也不会太硬，对我来说非常适中。声音就是那种闷闷的麻将音，也是现在大势所趋。然后看完这个键盘内部构造呢，就让我们准备把它组回去吧。但是呢，这个风信纸轴虽然说它出厂声音手感都非常不错，但如果要发挥它最大的潜力的话，还是要经过适当的润滑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把它轴润一下，然后就把我们键盘组回去。好，最后让我们来总结这把键盘，来自于麦虫的第2把键盘 S75，这是一把75配带旋钮的一把键盘。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，就是外貌跟打字体验都非常顶的一把键盘。整体是个低饱和的颜色，配上有自己设计的外框，不管是正面反面都非常协调，并且对于 RGB 灯光爱好者的话，这把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把键盘。然后这个打字体验也是非常不错，声音非常 HiFi 麻将音的风韵纸轴，板背填充，配上 gasket 的结构，这个声音跟手感在量产键盘界应该也是 Tier 0的水准，非常优秀，并且音量滚呢，我觉得手感非常不错。但是这种键盘在这个价位是不可能没有缺点的。首先第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的表面做工都略显粗糙，它的缝隙都有一点不均匀这样子，并且呢，由于它这个有2层的底壳，为了配合这个氛围灯带，所以它的前高也会比较高，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厚的键盘。所以如果你不用手动的话，打字起来可能会有点不适。本身是75配的，但是2侧又延伸了一些边框，看起来就有点笨重，在桌面上其实蛮占空间的，就是一把不太适合携带的键盘。但除此之外呢，这把键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如果是着重颜值跟打字声音的话，这把键盘绝对是你不会的选择。对我来说呢，或许这把键盘是我2023年以来最喜欢的一把75配列的量产键盘，并且打字声音也是我最爱的麻将音。它出厂虽然有润滑，不过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把它手润一遍，才能发挥这把键盘真正的声音效果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你喜欢这把键盘吗？你爱它的外形跟声音吗？如果有意见有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我是就是爱乱买键盘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